大家好，欢迎收看《行不离》。夏天来了，相信很多朋友又准备去潜水了。鲜艳的珊瑚礁，美丽的热带鱼，海底世界永远是那么绚丽多彩。不过，随着潜水游客的日益增多，有一些天然珊瑚礁正在面临着逐步损坏的危险。为了挽救经过漫长岁月形成的自然珊瑚礁，在墨西哥坎昆女人岛附近的海域诞生了全世界最大的海底雕塑博物馆。充满艺术气息和不同寓意的雕塑，在海底形成了一个人工珊瑚礁群体，不仅把游客从天然珊瑚礁吸引而来，同时对海底生物多样性的增加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墨西哥坎昆是潜水者的天堂，那里的珊瑚礁有海洋热带雨林之称，世界上1/4的海洋生物在此生活，每年吸引来80万潜水游客。早在2005年初，女人岛海洋国家公园主任向当时的坎昆航海协会主席罗伯托提出了将潜水员和潜水者带到一个拥有人工珊瑚地区的想法。因为在坎昆，其最大的珊瑚礁曼乔内斯礁经常被潜水员和潜伏者参观，而正在遭受着最严重的损害。3年后，罗伯托同意并共同创建了水下雕塑博物馆 MUSA 正式成立。2010年，水下雕塑博物馆开放，陆续有500座雕塑被投入到海底。这些雕塑基本上都是由英国雕塑家杰森设计创作，为此他还准备了特殊的升降机来安装雕塑。海底的雕塑被固定在海床上，其材料本身是一种 pH 值为中性的海洋混凝土，经过严格检测无任何有害化学物质。杰森甚至还在一些雕塑上移植了被破坏的珊瑚残片。经历了几年时间，这些雕塑被海洋生物接纳，渐渐地变成了大自然海底世界的一部分。由于珊瑚的成长，竟然还吸引来了多年未见的特殊鱼群，似乎冰冷僵硬的雕塑在海底获得了新生。当然，这些雕塑也有不同的寓意。迷失的通讯员是杰森最早在加勒比海创作的作品，把头埋进沙子的银行家是为了描述经济危机之下人们的痛苦和对未来感觉到的不确定性。墨西哥海底雕塑博物馆计划开发10个展区，目前只有2个已经完成并对潜水者开放。在只有400多平米的面积内，设计者故意摆放了500件雕塑作品，让它们看上去非常拥挤，其实也是想借此来表达人类与海洋的紧张关系。这座博物馆没有围网和大门，不收门票，也没有刻意的维护，所有的一切全凭潜水者的自觉。英国雕塑家杰森因墨西哥海底博物馆一举成名，并于2016年在西班牙加那利群岛的兰萨罗特岛创建了欧洲第1座水下博物馆。在这里，他投放了300多件作品，雕塑的制作方式和材料与墨西哥的相同，其目的也是建造人工珊瑚礁，为海洋生物创建新的生活家园。全世界除了杰森雕塑的海底博物馆，在美国佛罗里达沃尔顿县附近的墨西哥湾也有一座美国第1个永久水下艺术博物馆。土耳其安塔利亚的水下博物馆拥有101个雕塑，据说位置和设计也可以避免破坏自然环境。在克罗地亚的特罗吉尔市也拥有独特的水下故事冒险，这里的海底拥有14个十字架和52个真人大小的雕像。埃及的一群年轻人在世界第2大潜水目的地达哈普的红海水域也建立了一座水下博物馆，他们同样是想吸引潜水员和游客远离自然珊瑚礁。最后还有一座历史更长久的水下博物馆，位于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的黑海水域，有人称这是苏联的亚特兰蒂斯。怎么样，全世界这么多水下博物馆，你更喜欢哪一个呢？来一次旅行长一点姿势，有什么问题请留言或者转发点个赞。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我们形影不离。